大家好，歡迎回到奇異頻道。這次奇異真的有點生氣了，你敢信，在剛剛落幕，號稱史上規模最大、時間最長、全程無劇本實兵演練的漢光42號演習中，居然有幾十枚近100公斤重的重型巨無霸彈頭，像保齡球一樣，順着台13線那條陡峭的下坡彎道一路狂滾。這不是什麼提早上映的無厘頭軍旅搞笑電影，而是前幾天真實發生在台灣街頭，讓附近居民和過路司機驚魂未定的一幕。當我看到相關報道時，我真的不知道該哭還是該笑。我們的防務預算年年創新高，結果交出來的就是這種荒腔走板的答案。我們自研的軍事工業，那些傾注了無數工程人員心血的硬核裝備，明明底子不差，甚至在某些技術指標上頗有亮點，可結果到了綠營這群外行領導內行的官僚手裡，竟然能演變成一場又一場啼笑皆非，令全網圍觀的秀場大戲。今天奇異就帶大家好好盤一盤，這場漢光42號演習裡到底藏着多少讓人又氣又笑事兒。要理解這次保齡球事故有多危險，我們得先來看看這次主角的真實本體，那款在現代陸軍壓制火網裡堪稱重錘的203毫米口徑 M106 型高爆彈。公開資料顯示 ，M106 是一枚單重高達91公斤的金屬怪獸，它的彈體由高強度鍛造鋼構成，內部填裝了整整16.3公斤的高威力 B 炸藥。當這枚中彈裝填進M110A 罩炮那根長達37倍徑的巨型炮管時，伴隨推進要在密閉鑰匙內的瞬間爆燃，其產生的膛壓瞬間能飆升至數千個大氣壓。這種極其恐怖的物理推力，能將 M106以超過每秒700米的初速推向20公里外的敵方陣地。在彈道學中 ，M106 彈頭落地的瞬間，其高能炸藥爆轟產生的超壓衝擊波和上千塊高速飛箭的破片，足以在堅硬的土層上炸出一個深度超過2米、直徑近10米的巨型彈坑。無論是堅固的永備混凝土堡壘、隱蔽的野戰陣地，還是密集推進的敵方輕重裝甲集群，在這種毀滅性的重型壓制火力面前，都不過是紙糊的玩具，也是我們自研與後勤體系本該守護和發揮的極限火力，是能夠讓任何敢於犯境之敵膽戰心驚的陸戰重器。然而，就是這樣一車整整運了5噸多、足足50多發的終極殺器，居然被我們的軍方用一輛普普通通的民用卡車來運載。當這輛貨車駛入台13線那個連續下坡的急彎時，幾噸重的重型彈頭在離心力與巨大慣性的作用下，在車廂裡瘋狂晃蕩，互相劇烈撞擊。巨額的動能瞬間撞開了脆弱的民用車廂門鎖。下一秒，48枚重型炮彈像決堤的瀑布一樣砸向路面，有的直立在地表，有的一路轟隆隆滾進路邊的水溝，砸得路面火星四射，嚇得路過的老百姓和後方車輛拔腿就跑。看到這裡，我估計屏幕前的很多朋友已經在捏一把冷汗了，擔心這48枚高爆彈會當場造成毀滅性後果。幸運的是，在這次事件中並沒有彈藥當場爆炸，但千萬不要以為沒殉爆就萬事大吉。首先，這48枚彈藥沒有當場引爆，主要是因為當時這批炮彈處於戰術運補狀態，彈頭最前端裝的是用於防護螺紋的機械防塵吊環，並沒有裝上極其敏感的機械撞擊引信或無線電競炸引信。其次，填裝的 B 炸藥是一種鈍感高能炸藥，在沒有引信傳爆管提供的定向強衝擊波激活前，單純的物理撞擊很難將其直接點燃或引爆。但是沒當場爆炸，就代表這些炮彈撿起來還能拿去打嗎？答案是絕對不可能。無論是從專業的彈道學、材料力學，還是火工品安全學，這48枚砸向硬地面的炮彈，實際上已經全部宣告戰術報廢了。一是因為這批彈藥絕對出現了我們肉眼難以觀察到的炸藥微觀裂紋與熱點效應。91公斤的金屬軀體從數米高處摔落，衝擊力極其巨大。雖然外殼可能只是凹陷，但彈體內部密實的 B 炸藥在應力波震盪下，會產生肉眼不可見的微小裂紋與結晶剝落。如果不知情的炮手將這種受損炮彈推入 M110AR 的炮膛，在發射瞬間
幾十公斤推進藥產生的極高糖壓與數萬 G 級的加速度會猛烈擠壓彈體內部。此時，炸藥裂紋內部的空氣和結晶會劇烈摩擦，瞬間產生局部熱點。這種熱點會在炮彈尚未飛出炮口前，提前引爆內部的16.3公斤炸藥，從而引發炮兵最慘烈、最恐怖的糖炸。一發糖炸不僅會把幾噸重的重型炮管炸成麻花，更會瞬間抹去整個炮班的所有官兵。二是因為彈體出現了軟銅彈帶形變與內彈道失真。在 M106炮彈尾部有一圈材質較軟的紫銅彈帶，它的作用是在裝填時嵌入炮管內部的螺旋膛線，起到密封高壓燃氣並賦予炮彈高速自旋穩定的作用。衰落閘機極易導致紫銅彈帶發生凹陷或微觀形變，一旦彈帶損壞，發射時高壓燃氣就會從縫隙中瘋狂洩漏，導致內彈道推力嚴重不足。而彈帶無法完美咬合膛線，炮彈飛出炮口後，會因為自旋速率不足而在空中發生翻滾與陀螺進動失穩，目標落點會偏出幾百米，完全失去了打擊意義。所以这48枚受過劇烈撞擊的炮彈，按照嚴格的軍事火工品處置流程，必須全部按照廢彈進行原地避險或運往靶場引爆銷毀。但是軍方隨後的處置救援卻讓起義感到瞠目結舌。他們找來了一輛民用的堆高機，在一群毫無防爆裝備，甚至連防彈衣都沒穿的圍觀群眾和官兵注視下，用金屬叉尺笨拙地把這些極其危險的重型彈藥一枚枚勾回車上。整個過程極其業餘，稍有不慎引發刺身撞擊，後果不堪設想。另外，大家再往深了想想，我們軍方什麼時候出現了這種把91公斤死神毫無防護地推上普通馬路的管理體制？難道我們的戰術後勤體系已經爛完了嗎？大家對比美軍或是北約的彈藥戰術運輸標準，你就會發現，凡是重型大口徑彈藥進行機動運輸，就必須採用帶隔離槽的專用彈藥箱，或是在車廂底部安裝高強度的彈藥戰術壓條與固定鎖具。同時，運載的車輛也必須具備爆炸品運輸資質與防靜電室、防解體結構。結果呢，運輸車居然是民用卡車。且車廂內部毫無戰術固定裝置，甚至連最基本的機械捆扎帶都沒搞定，就這麼大搖大擺地開上了台13線。而隨着其一的深入追查，忽然發現我們漢光演習這種最高級別的實兵演練，其重型戰術彈藥運補，居然全外包給了沒有任何軍用戰術運輸經驗的民間貨車公司。由此可見，演習暴露的短板，絕非底層官兵不努力，而是綠營在軍事後勤體系長期亂作為、瞎指揮所導致的爛攤子。我們的軍工科研人員在防務科技和裝備研發上絕對有一套，不論是精準的防空飛彈，還是堅固的防護裝甲，我們的制研技術底子從來都不差。可偏偏綠營這群搞政治投機的，為了省事湊指標，向外界展示所謂的民營化活力，把大量本該由軍方專業後勤運輸部隊執行的戰術任務層層外包給民間廠商。拜託，戰時講究的是兵馬未動，糧草先行。軍用後勤車隊需要的是具備防彈、抗干擾、防解體以及高度專業化的彈藥固定防震體系。司機更要經過嚴格的戰術避險與戰場駕駛訓練。結果呢，綠營嘴上喊着備戰，備戰私底下為了敷衍指標，直接把幾十噸的重型大口徑炮彈丟給民用卡車司機，交接時更是不做任何戰術安全複查，完全就是外行指導內行，政治綁架專業。當然，我相信綠營會辯解說，這48枚炮彈滾落只是這場演習中的偶發失誤，是個別司機的疏忽，但千不該萬不該。這起烏龍事件只是整個漢光42號演習裡荒誕劇之一。這次為期10天9夜，號稱史上最嚴苛的無劇本演習。從第一天開始，各種令人匪夷所思的烏龍事故就接連上演。首先是演習第一天，嘉義基地的一架 F-16就在夜間降落時，僅因為降雨導致跑道濕滑，飛行員就產生操縱失誤，導致戰機直接偏離跑道衝進了草坪。這暴露出了軍方飛行員在複雜氣象條件下戰術操縱與心理素質的嚴重短板。其次是在台東街頭，一輛正在執行戰術機動任務的 M60A 主戰坦克在公路上開着，
駕駛位的金屬逃生門蓋板竟然啪嗒一聲直接掉在馬路上，後面的名車差點踩爆剎車。軍方事後查明，原因竟然是出車前固定螺絲未鎖緊。哇，這種連最基礎的出車安全檢查都流於形式，這難道也是裝備不好嗎？這純粹是管理流程的癱瘓。之後還有陸軍第6軍團的一輛重型戰術通信車，在行經新北市一處公路時，駕駛員與車長竟然連自己車輛的物理高度和道路限高參數都沒掌握，轟的一聲直接卡在道路限高桿下面，動彈不得，被路過的民眾拍下發上網，淪為全網笑柄。講真的，如果這是在真實的戰時環境，面對複雜的電磁干擾和隨時落下的精準打擊，一輛連自己車高和路線限高都搞不清楚的通信車，我們要怎麼指望它去傳遞瞬息萬變的戰場情資？最後也是最讓人啼笑皆非的，莫過於無人機科目在高層面前的現場翻車。這次演習，軍方為了向外界展示所謂的新型不對稱戰力，特意在賴清德和顧立雄親自視察的桃子園海灘安排了一場自製無人機的試飛展示。綠營本想借着這場秀吹噓我們自研無人機的強大性能，順便向立法院討要龐大的採購預算。結果尷尬的一幕出現了，一架被寄予厚望的自製中型自殺無人機剛起飛在空中盤旋，左後尾翼的升降舵鉸鏈居然當場斷裂脫落，整個尾翼就這麼死死掛在半空中搖搖欲墜。如果說這些低級失誤只是後勤與管理的潰爛，那接下來的綠營戰略設計就是他們精心編制的謊言劇本。他們嘴上喊着決戰灘岸，保家衛國，可實際演練的卻是一出精心準備的逃亡劇本。只要大家認真研讀這次漢光42號演習的4大作戰階段，即備戰部署、戰術防護、聯合反登陸、縱深防禦及持久作戰，就會發現一個極其詭異的戰術悖論。綠營當局一方面鋪天蓋地宣揚決戰灘岸，御敵於灘頭，甚至在演習中把5月剛通車的淡江大橋搞全封閉阻絕，在台64線觀音山隧道裡塞滿爆破障礙物。但稍微懂一點現代軍事常識人都知道，戰時這種大型橋梁和關鍵隧道，在第一波赤飽和打擊中，就會遭受高精度導引武器與遠火的毀滅性摧毀，根本不可能給你工兵在橋上慢吞吞拉鐵絲網百駿馬的時間。這種淡江大橋阻絕，除了造成周邊交通大癱瘓、惹怒上班族之外，沒有任何實戰意義。另一方面，他們將實際演練的核心資源與兵力部署全數集中在大台北中樞防衛與防斬首上。由此可見，綠營高層心知膽明，在現代化的立體系作戰與遠程精確打擊面前，他們嘴上喊的灘岸阻絕根本擋不住多久。所以他們把幾乎所有的賭注與核心精銳都壓在了台北市區的城鎮巷戰與中樞防禦上，甚至為了所謂的防斬首，軍方這次首度以憲兵為主體，成立了衛戍區指揮部，更在8月5日深夜演練了極為罕見的萬軍計劃。而所謂的萬軍計劃，說白了就是撤離預案。8月5日深夜，賴清德頭戴鋼盔，身穿防彈背心，在多波次欺敵車隊的掩護下，搭乘雲豹裝甲車一路狂奔，從辦公室緊急撤離至深山中的橫山指揮所。最勁爆的是，島內媒體現場拍到，在整個逃亡演練的過程中，居然有美方戰術人員全程在場監控和指導。這一幕被曝光後，整個台灣輿論瞬間炸鍋，稱這場演習根本不是什麼堅守保台的演練，而是一場演練的極其熟練的戰時撤退與逃亡計劃。綠營高層一邊喊着口號，甚至在全台14個縣市搞網絡降速演練，讓普通老百姓在生活卡頓、外賣暫停、高鐵失靈中提前體會戰爭恐慌。可另一邊，他們自己卻在美方人員的接應下，把如何第一時間安全撤離、如何躲進深山地下指揮所的逃亡路線演練了一遍又一遍。當演習在8月14日号稱圓滿落幕的第二天，大陸部隊的多架次主輔戰機與軍艦就隨即展開了海峽中線附近的聯合戰備巡邏。他們甚至直接劃過海峽中線，進入北部與中部空域。可見現實的軍事落差與嚴酷的戰局從來不會配合綠營進行政治劇本的演戲。我們台灣擁有極佳的科技人才，擁有高素質的軍工研發隊伍。
我們自研的裝備可以成為守護家園的堅實盾牌，所以請不要再出現外行干預內行、政治綁架專業、眾高層逃亡親百姓死活的劇本了。若實在不改變，即便擁有再龐大的防務預算，換來的終究只是馬路上滾落的保齡球。請將台灣的防務安全認真落實在嚴謹的後勤、扎實的訓練與務實的和平發展之上，而不是幾場秀場式的演習和演練的無比熟練的逃亡路線。好了，今天關於漢光42號演習的吐槽到這裡就結束了。大家有什麼想說的，都歡迎在評論區留言，別忘了點讚、訂閱並開啟小鈴鐺。我們下期節目再見。